今天是2025年11月25号，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70天。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1190人。11月24号，乌军在红军城战场强势破局。清晨6点，乌军率先发起攻势，12架 F-16战机挂载 AGM-88 反辐射导弹，依托星链导航系统低空突防，直奔红军城南郊俄军 S-400 防空阵地。导弹精准命中雷达基站，俄军防空系统仅开机5秒就被摧毁，瞬间丧失了俄军对空探测的能力。7点30分，乌军 F-16 战机编队转向红军城西北郊区，对俄军温压火箭炮阵地和弹药补给以及跨河桥梁实施覆盖式轰炸。3处火箭炮阵地被夷为平地，2座弹药库被引爆，关键桥梁被炸毁，切断俄军前线部队的补给命脉。围攻米尔赫拉德的俄军因断供陷入慌乱，被迫向东北方向收缩防线。乌军第59摩托化步兵旅驾驶布莱德利战车在豹2坦克的掩护下，从红军城西南方向发起突袭，10分钟内击毁3辆俄军 T-80坦克，车组人员慌乱弃车逃窜。乌军第3突击旅依托城市建筑和俄军展开巷战，在火车站和市中心广场等关键阵地激烈战斗，无人机蜂群投掷炸弹，逐个清除俄军火力点。战至中午12点，乌军将战线推进至城北的谢列多沃西侧，切断了俄军第5摩步旅和增援部队的通讯，完全控制了红军城市中心区域。在库皮扬斯克战线，战斗从凌晨4点战至傍晚18点，乌军战线向前突破了4000米，成功收复了拉德基夫卡。突入该区域的俄军被压缩至狭小地带，乌军炮兵和无人机持续打击封锁突围的通道，让俄军插翅难飞，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。哈尔科夫战线，乌军重点加固了19姆周边的防御阵地，动用海马斯火箭炮精准打击俄军集结点和补给车队，成功摧毁俄军7辆装甲车、12辆运输车，遏制了俄军向北推进的企图。在苏梅战线，乌军小股部队实施机动突袭，针对俄军边境的哨所展开打击。上午9点，突袭部队成功摧毁俄军位于苏梅东北沃罗涅日地区的弹药库，有效牵制了边境俄军的防御力。基于特朗普提出的28条和平计划草案，德国总理默茨代表欧洲发表了强硬的讲话。他表示和特朗普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，明确告知了欧洲的立场，提醒特朗普回顾俄罗斯对待布达佩斯备忘录的态度。默茨称，俄罗斯人的安全保护不能被信任，他们的安全保证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所有的和平条款必须在乌克兰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实施，不能由他人来决定乌克兰的命运。和平条款也必须得到欧洲各国的同意，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欧洲，同时欧洲也提出了自己的28项和平条约，要确认乌克兰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。俄罗斯将和乌克兰还有北约之间达成完整协议，将1991年之后的所有问题一次性解决。北约承诺不再进一步扩张，俄罗斯承诺不再入侵邻国。俄罗斯和北约建立对话机制，解决一切双方关系问题。乌克兰必须获得强有力的安全保障，军队规模不得低于80万人。俄罗斯无权决定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。北约同意在非战争的情况下不在乌克兰永久驻军。北约战斗机部署地不能超过波兰。美国必须提供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安全保障。核心内容就是签完协议之后，俄罗斯如果再次对乌克兰发动攻击，那么美国总统必须部署军事力量，同时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持，并采取适当的经济和外交措施。北约成员国将和美国协调行动，协议有效期为10年，到期后视情况是否延长。如果是乌克兰主动攻击俄罗斯，这个保障条款则无效。乌克兰有权加入欧盟，为乌克兰提供重建计划和经济振兴计划，而后分阶段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。俄罗斯重新融入世界，美国将和俄罗斯签署长期经济合作协议，俄罗斯也可以重新加入8国集团。乌克兰必须获得战争赔偿，俄罗斯主权资产将继续被冻结，直至俄罗斯赔偿完毕才能解冻。俄罗斯必须以法律形式确认不再入侵乌克兰和北约国家。美国和俄罗斯同意延长和不扩散条约。乌克兰保持无核地位。扎波罗热核电站俄乌各占 50%。乌克兰重启宗教和语言保护规定。乌克兰承诺不以军事方式收回自家领土。双方接触线为领土交换谈判的起点。未来协议达成后，双方必须承诺不以武力改变领土安排。
俄罗斯不得阻挠乌克兰在第聂伯河的商业运输，黑海货运自由流通，成立人道主义委员会解决问题。这个条款和特朗普的条款有了巨大的变化，乌克兰的利益基本得到了保障。大家认为俄罗斯会接受条款，还是会继续战斗呢？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